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张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张世刚，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录音顾问陈哥陈柏惟呢，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参加今天的讨论。好，那对国民党来讲，郑运文担任主席以后，那未来到底对他们不管在两岸关系之下，甚或在国内政坛，在2026、2028会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大家都在观察，包括讲中评委主席团开会那是什么样，包括他就职的演说，所有这些，尤其那几个引起大家广泛讨论的一些的内容，那未来又会怎么样的一个发酵？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对民进党这个地方会出现的是南台湾。当郑运文雄心壮志讲说就是要在南台湾要取下一都的时候，高雄、台南这些真的会有破口吗？像譬如在高雄，当林岱樺直接现场是不是3万人一个大造势以后，未来会变成怎么样？吴怡宁的这个案子，那今天最后确定，台北董事长不是吴怡宁，那他是担任董事。可是即便如此，从这2天的新闻所有的发酵，民进党算是拆弹了吗？可是这个拆弹的过程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政治的效应呢？除了这些以外，黄国昌主席跟凯斯国际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的关系？凯斯国际有人注资了200万，那这中间又有什么关系？今天《镜周刊》指这里头会不会是有跟当初搜狗案呐，包括徐生明前委员之间类似的一些情形？会不会这样？黄国昌听了以后，一样直接破口大骂，直接就告诉你说，该道歉的都还没道歉，又拿这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些东西。好，那到底中间那千丝万缕是什么样一些的关系？可是全国观众朋友最关心的，应该还是非洲猪瘟的问题。非洲猪瘟的问题呢，这几天大家一直在关心的，在礼拜5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正式解封？行政院长卓荣泰直接说了，那在明天中午左右会做最后的决定。周5能不能够正式的解封？好，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让你先看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当确定只有台中这个个案的猪场有非洲猪瘟的时候，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包括在责任追究上面，是不是开始慢慢一一的浮现？最新的一个发展是，包括台中那个猪农的父子被收押禁见。为什么收押禁见？因为连3年大家都搞不懂是不是有伪造文书的问题。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包括陈忠政委。那为什么会直指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人会要逃避责任呢？让你听一下，来。在地方政府里面，有时候相关的，因为怕有这相关的责任的问题，就比较容易避重就轻。那反而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真正去彻查。非洲猪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疫情，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及时拆弹。化解危机，把疫情锁在这个暗场，让病毒不要外流。即使我们在过程中遭受质疑，或者是有需要精进的地方，我们也都勇敢诚实的面对，及时的检讨，及时的改进，及时的调整。目的就是刚才像我所说的，我们要及时拆弹，化解危机。来，一善是第一个，有没有听到卢先生市长特别提到要及时拆弹化解危机？因为它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疫情啦，所有的这些。那当然，大家会质疑的是过程当中，当然讲那对父子为什么被收押？因为是不是就伪造文书？而且今天大家才知道，那个蒸煮的设备早就坏掉了。是，然后大家还在原来传的照片都是你的所以那个照片是有用的，就把以前旧的再往上传，再往上，中间都没有人发现这些事情。然后接下来大家看到这所有一些的过程。到现在为止，为什么有一个人要自己跑去倾销，还没有人知道到底为什么？对，卢秋莲说及时拆弹化解危机嘛。重点是谁埋的炸弹嘛？炸弹那边摆了多久了嘛？危机现在化解了没有？而危机是谁造成的嘛？这就需要精准的疫调。所以及时拆弹，及时化解危机是谁在化解？中央进驻疫调，至少比较清楚，我们可以知道真正的元凶是谁，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嘛？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那个暗场里面有厨余养猪，它也有所谓的饲料养猪就是非厨余养猪。非厨余养猪的死亡率只有2.5%，只有2头。那厨余养猪就是95只猪死亡，那死亡率高达39.3%，等于是40%的猪因为吃厨余
都会造成死亡嘛，所以表示来源来自哪里？来自于厨余嘛，所以厨余是元凶，而厨余是元凶，厨余有没有蒸煮过就有差异，因为有一个 C 养猪场啊，他们厨余来源都是无期清洁队，那这个案例厂也是无期清洁队，而案例厂有核准。但是它没有落实蒸煮的流程，所以它感染了非洲猪瘟。而这个 C 案例厂，它有蒸煮，有定期的回报相关的数据，蒸煮数据给环保局，这个就没有拿到没有成为采出阳性的特征，所以就没有非洲猪瘟的特征，表示有经过蒸煮就不会得到非洲猪瘟嘛，这非常清楚。但是问题来了。这很奇怪的原因是，案例厂是有核准厨余养猪哦，这个 C 的这个养猪场是没有经过核准养猪，那环保局你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有一家没有经过核准饲料养猪的养猪场，它可以拿到所谓的厨余，没有经过核准厨余啊，然后它还有蒸煮设备，它还可以上传资料，不是没有经过核准吗？那你为什么可以拿到厨余？那他为什么可以上传资料？那这上传资料，你环保局还可以给他过？那这一家有核准，他可以用饲料养猪，他可以拿到厨余的核准厨余养猪，他可以拿到厨余的养猪场，他竟然4月的时候，他设备就坏掉了，然后你5月、7月还2次去稽查，那你2次到底稽查出来结果？大家看一下这个稽查表。114年度至10月20号为止，这家养猪场的统计，总共4次稽查，裁处次数0，裁处金额0，违反废清法次数0，违反水运法次数0。你起的稽查啥？如果5月、7月你们稽查的时候认为看到它的设备都已经坏掉，没办法蒸煮，你不应该提供它厨余啊！而且不只提供它厨余，它厨余还可以多到他们自己说的卖给 C 养猪场。而这个 C 养猪场竟然它有蒸煮设备，然后它可以上传，然后你环保局还可以收。这不是问题吗？所以这些问题都有待未来检调去厘清，到底所谓的无期清洁队跟这2家养猪场的相关的一些情势嘛。所以现在才把这个所谓的案例厂的这个猪农的饲主把它羁押起来，就是要为了厘清你为什么可以给这个 C 养猪场，为什么无期清洁队会任由你把这些所谓的厨余卖给这个 C 养猪场嘛？那这些问题什么时候就已经检调在调查？不要再跟我讲政治办案，这是礼拜6的新闻。台中市环保局再报贪污，再报哦，不是他以前表示他已经很多次，从2021年开始。检调就已经在查他们相关清洁队所谓的收厨余也好，或卖厨余也好，相关的弊案，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所有的事业废弃物，你要收一笔钱啦，要交给政府啦，卖也要经过政府啦，所以不能私自的去所谓的收受这些相关的事业废弃物，包含厨余这些东西，你不能随便收的，你也不能随便卖的，都必须经过政府的相关的一个稽核的过程才可以去卖嘛。结果他们传了19个人，一个清洁队员已经被羁押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偷收了这些垃圾，偷收了这些事业废弃物，偷收了这些厨余。所以我就问无期清洁队，你们是不是也偷收了厨余之后多到你必须让其他案场去吃？所以 C 的案场他没有经过核准厨余养猪，你们也给他厨余嘛？这就是问题。所以他不是政治办案，他在厘清你所谓的卢秀燕所讲的。到底为什么在造成的？到底中间犯什么错误？你必须去让检调去厘清嘛。所以这件事情除了责任的问题，你台中市政府必须去扛起所有责任，因为他已经是经过我刚才讲过，他5月、7月去稽查，你竟然都是合格的情况下，导致这次非洲猪瘟依照刑法100条的规定、130条的规定，它就是废弛植物而酿成这次的非洲猪瘟的灾害嘛。多少的猪农，多少的养猪户，多少的这些卖猪肉的摊商，包含餐饮店，他们受到的损失，可不可以依照这些相关的法律，是跟台中市政府申请国赔？如果台中市的环保局在这件事情上面，它有废弛植物的话，
包含这些厂商，当然可以跟台中市政府申请国赔嘛。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检调调查清楚这一次非洲猪瘟的导致的原因，跟他市政府的所有作为有没有废弃植物，这才是关键的。现在我们要查的一个动态跟方向。OK， 来 ，Thank you。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为各位介绍那个立法院哥3个哥已经赶到现场，来 ，Thank you， 欢迎 ，Thank you。来，直接问一下，有没有问一下那个台中那个自己跑去倾销的，现在说是2个人嘛，就一个人负责倾销，一个人负责拍照嘛，到底有没有下令，有没有什么这些？因为一个人因为国军已经倾销了2天，他的时程表你去算，他的时程表是10月30到31。国军的化学兵全面倾销作业，10月1号，台中市府那工作应变会议上公告，案例场不要再有大扰动，而且相关单位要予以宣达。结果这个黄姓组长上午11点致电给郑姓倾销人员，请他的办公室待命，表示如果有临时消毒需要的话，再请他前往。但是他误解指令，在12点10分的时候，在林敬彤的陪同下进场倾销，那一个人倾销，一个人拍照，最后变成这样，到底有没有倾销这些？因为11月2号是说政线人员误解黄姓组长的指令，那3号的时候，那市府副市长黄国荣是说，被质询的他讲，没有人对昨天禁止跑去养猪场倾销的政线人员下令。这个过程，因为这会影响到本来应该在昨天要去抽样，现在可能是到了今天或明天抽，然后到了礼拜5，那大家都在关心到底是不是能够全面解封嘛？到底怎么样？这个具体怎么样，真的只有当事人知道了。那大家都在关心到底是不是能够全面解封嘛？到底怎么样？这个具体怎么样，真的只有当事人知道了。但是这个就显示2件事情嘛。台中市政府便宜行事，然后螺丝松了。没有人下令，他会自己跑去倾销。简单讲，我们有的时候这种同理心来比喻就好。你会不会无聊到礼拜日自己跑去公司加班？那除非你手上有案子没做完啊。那当然，这个公务员可能约聘人员他可能觉得说，倾销是他的责任。可是无论如何，那如果是他的责任的话，那就表示他根本没有在管中央应变中心的指令指示啊，以及具体的作为应该要怎么办嘛。所以这种加油添醋的动作，其实根本不需要，没事去长一个花边出来给大家讨论。核心还是在于非洲猪瘟的处置以及反省检讨。我常讲，台中市政府这几年出现了类似的采样问题，或者是这个采样不严谨，或者是到了现场却没有把该做的作为做完，不是第一次我们有看到大雨天排粉红废水，我们有看到中火的放流水采样污染，甚至最有名的叫西部特罗案，在过年期间害我们不知道猪肉能不能吃，这都是台中市政府搞出来的花招。但没有一样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一样事情事后遭到检讨跟修改制度，这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今天有个西部特罗猪啊，这个西部特罗这个比一般的瘦肉精还贵啊，为什么会出现？它到底具体是实验室污染啊，还是有心人刻意为之？是怎么来的？它完全没有不明不白啊，到最后也没有检讨，没有究责，没有任何人为这件事情负责，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到后来的中火放流水，那个已经摆明的是公务员在那边重复污染，但最后也没有究责啊，就只有一个不好意思误会一场，就希望中火这个开罚算了就算了啊，钱还你，就这样。那这一次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啊，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管是这个厨余上传未确实，照片重复上传，你未来要怎么改善？那他如果用别人的照片上传，你如何发现？然后他如果做假资料的话，你如何在下一次可以应处？那甚至是这一次后续查到了厨余私卖私运的问题，那你以后怎么避免？我们要的是这个东西。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就政治上大家立场不同，大家打成一片。可是问题是，真正关心事情怎么处理的人还是有啊。不要说立场一不一样，就在市府里面的公务员，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再过2年要换市长了。我以后遇到一样的情况，我要怎么避免自己成为阶下囚？这你总是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嘛。那这一次的整个厨余的问题里面，爆发了西岸场，甚至有私运厨余，这个东西
我看郑昭兴，我觉得接下来要担心的是功高震主了。他出来讲的话，至少人类听得懂。他常常他在处理这些事情。他今天讲什么？讲说还有一个西岸厂未经处理啊，所以这个除了诚信养猪父子这个羁押之外啊，也将相关的清洁单位已经移送法办，移送检调。那这里又产生一个案外案哦，你们有没有突然回想起一个画面？那台中市有一台厨余清运车在路上抖，然后被后面的行车记录器拍到说那个有外撒的嫌疑，我就突然想到，对呢，厨余其实是进到清洁队，才是公家的事情，从自助餐店、营养午餐、各大餐厅或者是会产生厨余的地方，再到清洁队，那是清洁公司，那如果有人很聪明，觉得自己很聪明，不你卖再去清洁队，你再来我起低。这件事情怎么避免？它是不是一个新的议题？那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说具体的作为，就是说，那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控管？因为在今天之前，我们知道台中市政府不管嘛，就没有管啊，不然的话怎么可以在？而且其实这个过程，郑昭兴还透露一件事情，他们第一天冲过去嘛，台中市政府包围暗场，那个就好像在冲赌场一样，前后门包夹。他说啊，当天觉得怪怪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诚信养猪户案例厂有把厨余车偷偷开出去，这证明了什么？你知道吗？这证明的是去到现场的取缔的公务员，不管是动保处、环保局等人，他们不觉得厨余车有问题，他们觉得厨余车是可以开走的。那个现场人证物证，那个现场跟运钞车一样，你去冲抢劫一样的那个嫌犯，你看到你抄到人了然后运钞车开走，你觉得没有关系？你就让他走了然后他们是事后才回想起，对呢，我们当天去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把厨余车开走？这是今天台中市政府的简报内容哦。然后这个厨余车再走，于是他们怎样跑去清洁队问说，无期清洁队你们那个厨余车只有送养猪场吗？他说对就只有送那个案例厂那一间他是开哪一台车来他不管开哪一台车来，我们认单不认车就是他有一个这个单子说这就是政府认证的单位你要摕这张单来换喷灯一起滴。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台中市就觉得越想越不对，说不好意思，我看一下监视器，发现不止一台车来载，但都拿同样他的单，才发现西养猪场那个，因为他们自己是200头嘛，其实这不能比对，这可以比对啊，200头猪可以吃多少喷，这个应该要有一个直觉的反应，你不能什么事情都依赖规定嘛。你今天看到说这里200头，这里1000头他们两个吃的喷一样您家的低靠高价您家的低起像巨人所以这个是很直觉性的事情，可以说是便宜行事才疏忽掉了。但没有，我前面发生的已经发生。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真的不只是诚信养猪场的事情，它事后造成了非常多的麻烦。我虽然不是民意代表，接到相当多陈情。第一个，台中市清洁队，我说的是正职的清洁队员，不是出事的。他们遇到很多问题嘛。第一个，中央应变中心要求说，你们接下来收的东西要确实分类，不要生熟厨余混放。有些县市会觉得这个是直觉，你知道在台中市遇到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被陈情说清洁队员在刁难他们的原因，是因为叫他们以后要认真分。这坦白讲，这个是百姓大家的个性的不同就是说我以前都这样子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所以清洁队员也来陈情，说我们台中人口变多但是清洁队员没有变多，机场安检也增加工作增加搜救犬现在要一个一个闻我都觉得应该动保团体要去介入一下，那搜救犬那个缉毒犬会不会过劳？现在是一个一个闻包包一个一个开现在有这一阵子有出国的人回来都跟我们讲说，现在非常不便这个怎么办？不能怎么办？因为没办法，就有人带进来，然后这个各大猪农养猪场我们知道的养猪场是把猪养大，还有一种是繁殖场。这几天猪都进图禁运那个猪多到变叠金字塔，没地方放的怎么办？有些就人道方式处理掉了。然后猪的摊商卖猪肉的，他们也没有办法生活，所以它是很广泛大范围的影响。所以我的期待啦是台中市政府他道不道歉，坦白讲都一个形式。对我来讲，作为这一个政治工作者，
我期待的事情是，那这些事情，这些可能已经发生的疏失，未来要用什么方式改善？然后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你们说啊没有，您这种经历，不，你去问张立善嘛，不，你去问一下文林馆长是怎样搞的嘛？不管是全面禁止厨余，或者是饲料如何等等的议题，或者是猪只如何管理啊，如何禁止私运厨余等等的事情啊，不，你去签稿，您港动的嘛。重点是对台中市来讲，经不起一次这样子的打击，而且坦白讲是全国一起，全国的猪肉相关摊商都陪你一起在度过这一场灾难的。所以具体改善作为、反省检讨，我认为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单位应该做的事情。好，来，接下来思刚跟若芳两位可以直接请教一下，因为当非洲猪瘟的病毒的这样的一个疑虑或什么慢慢可以降下去，大家尤其在期待礼拜5后可以宣布全面解封或什么这个时候，接下来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甚或政治责任大概就会浮上来。好，那就直接先讲这几个对话。当然，卓荣泰院长讲说，中央应变中心明天中午会开会决定，行政院未来1个月将执行市场安定计划，确保猪价稳定、肉品稳稳，就能不能够在7号的时候全面解除包括禁运禁载。但是政委陈时中 ，OK， 他跟包括卢秀燕市长两边不同的一些对话的内容，还有包括他跟王宏伟，你听起来大概慢慢就闻到那些相关的味道。好，那第一个，陈中政委刚才在荧幕上你有听到，他就讲地方政府有相关人。会有相关的责任问题，就比较容易避重就轻，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真正去彻查。讲白一点，就直接讲有没有人要诿过卸责，然后因此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卢秀燕市长直接刚才在镜头上面有看到，当然他今天没有参加中央应变的记者会，他是参加市政会，因为他有讲过市政会是台中最高的一个会议，他有直接说台中及时拆弹化解危机，他负责任的说台中其余猪场跟全国猪场的猪只都没有被传染，台中及时拆弹化解危机，而且过程您刚刚有听到卢市长特别讲一段，中间有需要检讨改进的，他们也随时检讨改进。所以各位在这几天谈的这么多一些，包括清消人员所有这些，那是不是在过程当中应该检讨改进的？可是这一段话跟卢市长跟陈时中政委的话，你听起来这是两边完全不同的一些的说法，更何况这一段，因为蓝营最近这一阵子就直接讲说。为什么不检讨一下边境？你们老讲台中，为什么不检讨一下边境？一定是边境进来的嘛？不管是海关的、走私的、渔船的，或是有没有邮包的，不管是哪一边。好，那陈时中政委直接说了，如果病毒从边境进来，绝对不会落得这么准，就落在一家。如果延伸说跟边境有关，他觉得稍微牵强。王宏伟委员直接讲，不晓得陈时中在说什么？难道非洲猪瘟？病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边境没破口，为什么中央完全避而不谈？你可以完全感觉出来，台中跟边境这两个已经开始直接，算是直接对呛了。这就藏起来，这最近讨论到这都是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接下来呢，台中的那对陈姓父子那个猪农不是被说要禁见吗？然后王宏伟委员说，接下来一定是台中市的官员，司法掌握在民进党手上，要政治性办案。政治性操作，先关再说。来，思刚，我觉得第一个，这经过2个礼拜来不断的厘清，第一个，你的病毒一定从境外来的，不可能我谁去种出来的，或者从哪里呢去土里面长出来的。那边境管理基本上就不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嘛。我想这点大家不用去怀疑，不要把这事情还推给台中市政府。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他能够有能力去管理边境问题。那边境问题，那我们就实事求是，怎么来的嘛？是渔港。还是机场，还是其他的方式。那我们就实事求是，怎么来的嘛？是渔港还是机场，还是其他的方式？那我觉得中央政府在这个部分你有能力去查。是谁的把这个相关的病毒可能经由边境是厨余带进来，还吃的东西丢掉了，还是确实有一些我们看到的地方有一些生肉进来，这个我都不知道，因为你这个是中央政府应该去查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那陈时中今天讲这个话，我觉得有点让人听不下去。那再来，之前就讨论过很多年了，就是厨余到底要拿来喂猪这个事情，但现在看起来其实可以下定决心，就是不
不要再让禁止厨余了。那厨余的其他的方式，大家可以看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把厨余的部分消化。那我觉得这是中央在后面有关于行政管理部分可以亡羊补牢的，可以让全国一致，可以让避免下次有再次发生的情况。包括边境管理，你现在去查说边境管理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坦白讲也不容易说几月几号那个人谁带进来的，但是显然就边境有点问题。再来，但台中市政府我认为也有点问题啦，实事求是嘛。我认为在环保的部分，甚至在农业局的部分，在第一时间是否没有完全，而且把那个厂的盯得很紧，然后就相信那个猪农所上传的一些资料或照片等等。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台中市政府在这个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我觉得要严惩失职人员，你觉得要等事情告一段落？现在算不算？我认为这个周末算告一段落，因为包括如果说恢复了这个屠宰，然后整个猪肉供应慢慢恢复正常之后，这个事情我觉得台中市内部要去思考一下。我觉得要严惩环保局跟农业局。思刚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觉得第一个，卢秀燕市长应不应该针对这件事情震怒？然后第二个。有人要负责任，那个责任，因为连国民党的民意代表都有人直接讲说，像是不是有人应该要下台要负责啦，所有这些是。刚才陈时中政委讲的那一段，就是讲一定会有人为了要躲避责任或什么，可能会有这些状况，因为这整件事情我们大家讨论这2个礼拜，你很难想象出现的这久了，这要锁骨了，从10月10号、10月14号、10月20号、10月21号，甚或到后面，大家连那个猪几头什么。几个兽医师猪几头，大家都还在那边一直算到这2天还在算，连这种事情，连台中市府副市长黄国荣都直接说这件事情重创了台中市府的形象，更不要说卢秀燕一直是国民党里面2028呼声最高的人，这整件事情难道不要用这样一些方式对所有的民众做一些交代吗？要啊，要震怒啊！我觉得要大大的震怒。我就跟你讲，就是这些失职的。官员啊，纵使他平常表现的还 OK，但在关键时刻的判断错误，我觉得基本上就必须要负责任，要负他的行政责任。所以我觉得卢市长在这一块亡羊补牢，有时未晚，因为还没有就没有发生过只有在这个扩散，没有到扩散到台中或其他地区，所以觉得可控范围在台中部分。那我觉得我觉得差不多本周应该告一段落。OK， 这本周今天是礼拜2。那我想下个礼拜1、2，我觉得台中市政府就要对这样失职人员要进行一些惩处，该辞职的辞职，然后呢中间有违法过程疑虑的送政风、送检调，表示台中市政府对这个事情在处理一阶段之后，该负的责任台中市政府不会护短。OK， 不要让大家觉得说我护短，然后公务员出现的问题，那基本上都来去帮他 cover。我觉得该负责的人就要负责，然后甚至因为副市长也讲嘛，对于台中市政府的信任感，然后荣誉感是重创。我觉得这部分他要去做一些事情，去亡羊补牢。来，柔芳第一个就是边境的这一块。那要怎么样回应？包括蓝营一直在强调边境这些责任。第二个，刚才讲到，那市府包括好，如果有人要下台，不管农业部长、农业局长、环保局长，不管哪一些人这样，可是中间过程当中出现这些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就连到这2天那个清消，那个真的就被大家讲成是鬼故事的一段。这些事情是直接讲说，那这几个人下台结束了吗？我觉得思刚刚是我少数最近从非洲猪瘟的事件听到国民党有在讲说，台中市政府也有过失，台中市政府可能有人必须要面对这个责任，少数啦，要不然那你说边境这个部分，当然到底要多严？因为现在国民党说要很严，陈雪生说太严，那到底要多严？那你说病毒这个，你说要防到滴水不漏，我觉得。老实说，我觉得真的有难度，因为譬如说你说海岸的边，像我们讲说，可能是不是这个渔工然后有没有人刻意真的有人要有心真的要走私进来或什么的？好，那他到底预算，然后人员，我觉得这可以重新来检讨。那到底要多严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们从之前就是没有疫区的，我们就走绿色通道，大家觉得好快哦。然后最近其实你看网络上，只要有人出国回来，他说1个小时都在排队。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前面的边境要严，但是后续的各县市的配套措施，是必须全部要跟上。那很明显。大家在养猪上面，很多县市都有用厨余，那为什么没事？包含我们讲的这个 C 厂，虽然它是不合格的，好像没有证照这个 C 厂，
人家用一样的，对，他有落实我们所讲的蒸煮高温蒸煮，所以他没事。那这个就回到了，那你地方政府有没有稽查？我讲一个数字好了，因为今天这个国民党立委就有特别在讲嘛，屏东今年已经出动了6703人次，稽查了3910家的畜牧场，而且在10月29号第2轮已经全部完成，现在目前进到第3轮的稽查牧场因为都要去稽查。那这谁讲？罗志强。那请问一下，我们台中市政府，你到底有没有稽查？你连这个养猪户这个案场，它的这个蒸煮机器早就坏了，它上传的照片都是一样的，后面没上传了，你有稽查吗？没有稽查。那即便你没有稽查，你说我们今天再演，今天刚好有一只病毒进来，那不好意思，就真的不小心掉到了台中或掉到哪个厂，如果你没有落实，它可能都还是会有发生的状况嘛。所以我觉得今天整个下来，我觉得卢秀燕网络上有人在讲，他说卢妈妈可能真的厨艺很强，然后我先讲说什么厨艺很强，甩锅很强，因为一直甩锅，甩给兽医，现在甩给这个正性雇员嘛。我觉得这种种每一个环节，卢秀燕都必须要讲清楚、说明白，因为这是他台中市政府的人员呐。那你必须要调查清楚，你才有办法给予社会大众说一个信任。但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已经就是确实就只有目前就是这个案例而已，在案场。卢秀燕刚刚我看了一个这个新闻，他又跑出来，不受猪瘟影响，台中花坛节，卢秀燕又在讲拼经济，一刻不能等。我想跟卢秀燕卢市长讲，因为台中市政府的疏失，台中市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处理。全国各县市有养猪的，包含台北市我们的这个公有市场的猪肉摊，包含我们现在还要扩大的摊集场的猪肉摊，因为几乎全部都歇业了。我们要补助，我们要协助他们这阵子没办法做生意，大家多花了这个所有的经费。请问一下卢秀燕市长，你要不要付每一个县市大家多花的这笔钱？因为这其实不在我们的预算内啊。我们以前不需要编这笔，但是因为因应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克服所有，帮他们度过这样的难关。我们的零售业只要是间接受影响的，可能租金减免。后来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那用什么方式来可以让他们，比如说租金可以让他们舒缓度过这样子的难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台北市多花了这笔钱？那卢秀燕市长，你说拼经济拼到一个不能等。那你要不要付大家各县市都在付这些钱？刚才后面讲对不对？思刚是，如果大家全部都去找台中市，全部找卢市长，那就会变成这些民怨都要转到卢市长身上。那很简单，那个是边界是谁在管？我们现在就说，其实蓝营这边很正常，基本上就是要把问题找出来。因为我刚才就讲了，我就是该台中市政府中间有行政疏失的。有那个弄不好的事情，甚至有中间像这个约聘的清洁员，误会他的组长的意思组长的指令。没有，他们说没下指令，后面又说没下指令。他就是叫他去待命，因为他可能随时要来中央来，再请他待命。因为他说他平常就在负责清洁，所以他要待命，他就把他再清一次。OK， 是一个约聘清洁员做的事情。好，那组长这些林林总总就是地方上的事情，那当然地方上要去查出行政责任。但是你说全国的边境管理的问题，那我觉得这部分中央就要查清楚啊，就要查清楚到底是哪个环节可能出问题。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这么去说，哎呀，中央出问题，那是不是大家都要去找中央去求偿等等？假设中央出现了问题，好，那中央出问题，那我们的人力配置是不是要去做一个讨论？比如说现在花很多时间在机场这一块，但反而是现在所有回国人的这个提醒的警觉意识是最高的。OK， 好，任何的含肉的东西通通不会下。但我们的港口的检疫，以前很少人讨论到。那这部分是怎么检疫的？然后够不够仔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来做讨论。那再来，刚才若芳提到这个有关于养猪场的厨余再利用的这种情况那刚才举一个屏东，根据环境部的资料，第2轮在10月31号到11月5号。大家去做查嘛，那屏东县有98个养猪场，然后他只稽查了7个厂，只有7个厂，就厨余再利用到这养猪场7个厂，它的比例是全国最低，只有7%。那其他的一些县市，包括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嘉义县等等，
也都是100%，所以我倒觉得这些数据啊，很明确的数据都呈现了，不必在这个数字上面去做很多政治的操作。你有没有去做稽查这个动作？有啊，100%啊，台中市100%，台中的100%，稽查人家的高雄市也是100%，人家的曾祖炉都坏掉了，嘉义县也100%啊，你有没有去稽查？我要讲。台中市100%，台中的100%，稽查人家的高雄市也是100%，人家的曾祖炉都坏掉了，嘉义县也100%啊，你有没有去稽查？我要讲就是这些稽查不分蓝绿县市啊，不分蓝绿，这是环境部提供的资料。台中什么时候100%稽查？这边呢？这边呢？没有啊，是有啊，环境部的资料啊，环境部稽查养猪厨余养猪场，全部稽查，是南投。高雄和嘉义，这3个要全部稽查了。稽查养猪厨余场去查场，台中37场只查2场，没有啊，5%。他就是地方环保机关执行稽查厨余再利用养猪场情形，养猪场场数台中市36，稽查场数36，稽查比例100%，这是环境部提供的资料。OK。如果说有疑义的话，可以找环境部，好吧？我这边就是公开，就是把这个资料念出来啊，我也不可能变造，我也不可能伪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直觉就是那个4月份就坏掉了，然后结果你说，然后中间稽查那几个，那显然那个不叫稽查，因为那个去虚晃一招，基本上就不叫稽查的感觉。那到底是怎么样？就好像大家讲说14号如果是到了现场，如果是有采样有什么，那个时间会不会能够往前一点？然后包括发现这些，大家没有？现在整件事情，包括台中的你说那个农场那个养猪场那个陈姓父子被收押，王侯伟直接说政治办案，你看着，接下来就是要办台中市的官员，因为检调都在民进党的手上。这件事情如果是都这样一路延烧下去啊，这几件事情未来到底责任归属怎么看？是这个先给大家看啊，我刚刚跟思刚在对话的时候，我提的环境部公布的资料在这里，那里面写了台中37场只查2场5%嘛。前面是南投、高雄跟嘉义是100%，那资料先给大家看了哈，当然这可以辩证哈。那刚刚思刚讲一句话，我很认同，就是问题找出来，对不对？问题找出来嘛哈。那可是现在我们在找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什么？发现一件事情是，有些人是很认真在做，但是有些人是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问题，那什么是很认真在做？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再怎么厉害的投手。他的球一定会被打到，不可能有个投手他只要上去投都是 K， 全部都3振7K 结束。对，他的球一定会被打到，那这时候要靠谁？靠他背后的那些野手嘛，把球接起来嘛，要守备嘛。防疫也是这样啊，再怎么滴水不漏，那只病毒，各位知道非洲猪瘟的病毒是在冷冻猪肉里面还可以生存1年，那只病毒的特性是这样子，所以你说外面全部查，从2018年开始，在边境我们总共拦查到12000多件，13000多件，总共拦了22000多公斤的非法的要带进来，不管是在机场、在港口，我们拦查到22000多公斤。那你说是不是还有漏掉？我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讲，一定会有漏掉嘛。你说哪一个国家可以直接只靠一关在边境就全部防堵？所以我们后面还有第2关是什么？第2关就是原则禁养猪嘛，2021年的时候，2021年10月原则禁养猪嘛。那接下来你说，有些县市禁用厨余，对，禁用厨余啊，禁用厨余养猪啦哈。那既然你说有些县市厨余太多，他非得去养猪，或者是厨余养猪比较便宜，怎么样？还卡了第3关呢。第3关是200头以上地方政府核准，那你可以厨余养猪。这个第3关是什么？就是要看你地方政府的量能哦。如果你自己量能不够，那就像张立善一样嘛。张立善就水亏了，我云林县一概不准，因为我云林县是养猪大户，一概不准，全部不准。那现在问题是台中，你开放了，但是你开放之后你怎么查？我在这边给大家看，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啦，就是台中市政府后来公布嘛。因为台中市政府要说我们有查，好，你有查，你看，13年、14年哈，那14年哇查了4次，好认真在查，但是魔鬼藏在细节里。大家看哦，
他114年10月15号这个日期，今年10月15号这个日期，我帮大家还原现场。根据现在已知的资讯，10月15号的时候，那个养猪场已经有几十头猪死掉了。10月15的时候嘛，因为目前为止第一头死猪最晚是10月10号出现。10月15的时候，那个养猪场已经有几十头猪死掉，可能另外几十头在奄奄一息，病奄奄啦。因为到10月20说死了将近100头嘛。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说你10月15有去查，你去到那个养猪场，台东市政府是不是有说那个养猪场之所以他们扫不干净，是因为地上的猪粪10几20公分，很厚？他说他们清消2次扫不干净，要国军化学兵去清消。你是稽查员的话，你10月15号去到那个养猪场，第一个那个表格上一定会显示这个养猪场是处于养猪嘛。你一进去之后，发现那个环境脏得要死，地上10几20公分的污泥混猪粪。接下来你再看到几十头猪病奄奄。我请教你，不用说多专业，一般人都会知道这里有状况嘛。厨余机还生锈，就你蒸煮器一点派气啊。那你看到这么奇怪，这个猪已经都病了这么多了，又是一个厨余养猪场，然后地又那么脏的时候，你不会说我想要走去看看你厨余有没有蒸煮吗？这整个过程里面，台东市政府你啥共细料亏？你说你有去稽查，我们要问的是说啊，你去稽查的时候，为什么你的稽查员好像眼睛没有打开？这些异状你都没有发现，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录影的时间已经是11月4号咯。啊，你说这个疫情啊，10月10号第一头猪死掉，后来10月20发现死猪太多，去通报什么？到现在11月4号，台中市政府还没告诉国人说这个养猪场到底死多少头猪连死多少头猪都搞不清楚。现在还说已经交给检调，3联单3个连的数字都不一样，这些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讲到过程当中处理厨余变成天坑，变成被网友揶揄叫堰塞湖，还溢流那些荒腔走板。也就是说，你今天说投手你的球怎么被打到了 ？OK， 投手检讨，希望下次再精进，球不要被打到。可是如果你野手去散步，不去接球，甚至屁股接球，那我们所有观众看到都说啊，你这个野手到底在干嘛？这一分明明可以守下来嘛。疫调的结果已经呈现了。同样来自无期清洁队的厨余，另外一个养猪场，因为它有蒸煮，所以另外一个养猪场1000头猪没事。那现在这个养猪场之所以出事，你的稽查之前到底在查什么？为什么查了那么多次，你都没有发现它的厨余蒸煮有问题？到现在无人负责，台东市政府没有半个人因为这么重大的疏失负责。那我不知道这还有什么好帮卢秀燕解释。不过现在看起来，尚狗，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一些的疫情的最有名的是大家都印象深刻是那时候口蹄疫的事件嘛，全台湾那时候扑杀的那个状况，然后一直到现在，每一次碰到疫情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希望不要有，可是从以前的经验，你总是各地方都会吸收一些包括处理的经验啦，或什么，或是一些政治人物在面对到这些危机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该怎么处理这些，所以这次的过程。包括了，我刚刚讲，连蓝营的人也有人讲说，一定台中市府一定有人要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刚才阿苗他们在讲的都是到现在没有人要为这件事情负责。思刚是讲说，等到解封了，那好歹就是有一个段落，所以一定要到这时候才能够开始进行这些嘛，要不然中间有很多的那些事，到现在大家没有办法，那只能说那个疑团重重的东西是没有人能解释。因为现阶段。卢秀燕的作为问题，你看环保局长还在那边说，我们3年稽查了24次，我们的同事想出一个方法，就打电话撸他就撸那个老农，结果他一公布的日期，你才发现每隔1个月打1通，这个叫撸啊，我今天要撸一下陈柏惟，我是说，我跟你讲怎么样？你要请我吃饭哦，然后1个月打1通。好，你要不要请？好，挂了。下1个月你要不要请？我说这个叫方法哦。对，以陈柏惟这么皮，你可能要1个小时打1通。对啊，你说同事想出一个方法，打电话撸他，既然是1个月打1通，他公布的日期，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哦，我觉得。因为我已经连续从上个礼拜一路问到这一个礼拜，不管是国民党，我都问一句话：从非洲猪瘟后爆发后，
请问一下，台中市政府处理非洲猪瘟的过程中，做对了哪一件事？没有人答得出来。换证照新上来讲啊，没有，那个不是处理，那个是对外说明。抱歉。你就发现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他到底做对了什么事啊？他没有做对什么事。当然，你说政治效应上面，我们经常会说，等事情告一段落后惩处。那有些人就会说，告一段落你没有魄力。好，当然你说告一段落后惩处，但是你比如说农业局、环保局，你要处理他们，啊，那告一段落后处理，他们必须要善后。但是你看他们善后的样子，不如尽早处理。你还放心交给他们去处理吗？对啊，台语有一句话叫“三公四要回”，就你们讲什么，马上就农业局、环保局这两个单位，马上讲什么，后面就出事。马上讲什么，后面就出事。然后大家觉得你们的讲话的信任度已经很低了，那你们还在这个台面上，那大家就会觉得，啊，从9月22号到今天为止，你们这些局长每天讲的话，隔一天可能要修正，不然隔一天就被打脸。然后你们每一次这样，然后累积的过程就是，我完全不相信你说的，你的处理我也不相信。你今天告诉我说，听错命令，叫你待命，你跑去新销，还找了一个人去，那我就真的有点怀疑，就是说，真的有这么巧叫听错命令吗？真的这么巧吗？大家就开始打问号，我就说，真的吗？没有人叫他去吗？他还会找一个林姓同事啊，那个林姓同事也不问说。等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是上面有同意吗？要不要再确认一下？人家昨天才消毒完呢，我们真的要去吗？难道一点疑问都没有吗？我觉得越没有疑问的时候，你才觉得越奇怪。就是说你是直接就去，那你到底听到了什么？你到底听到了什么？然后你现在就说啊，没有下错指令，我们没有下指令。这个说法，人民到底相不相信？因为你如果前面都做对事，你这一次错，大家还可以觉得啊，有可能他听错。问题是你前面全错啊！疫调报告出来以后，突然发现一件事，原来还没有爆发前你们就违规了。你们那个厨余可以违规分流啊！原来他上传的是假照片了，原来8月没上传，你们想出来的办法是打电话炉哦。然后原来你们5月、7月、10月去稽查的时候，完全没有发现他们的厨余那个设备坏掉，是坏的吗？然后疫调出来以后才发现啊，原来他4月份买了2桶20公升，到现在都还没用完。那整个。老龙说我们用木材，他说现场没有堆积木材，没有烧木材烟熏的迹象。就是说你所有东西做出来，突然发现，疫情爆发前，原来你们有这么多违规的事，然后你们既然对厨余是这样处理，然后他船长假相片什么你都不知道，最扯的是未经核准的西厂上船，你们都不觉得？等一下，他没有被核准，他没有被核准厨余养猪，他为什么上传蒸煮？他完全都没有疑惑，所以你看，爆发前出多少状况？爆发后到现在为止，必死猪到底几只？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连农业部讲的只数我都不相信，我都不相信的原因是。因为你现在是依据什么？3连单也涂改，
也涂改，然后什么都要啊。现在农业部你公布的数据是依据什么？我现在也打问号了，因为现在不知道什么依据啊。然后你整个过程当中，现在到底死了多少猪也不知道啊。当然了，你说疫情发展到现在啊，过去死多少猪，其实它只是凸显一个你疫调，你台中市政府疫调完全无能的状态，已经跟后面解不解封过潜伏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回过头来，台湾的公信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报给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是106头啊，死猪是106头啊，所以你整个回过头来说，你106头，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动物卫生组织会不会问一句话？你们到底10几头啊？因为你报给我是106头啊，你现在农业部讲的也不是106头啊，你们讲的数字从117、116出现了短暂出现106以后就变78，然后87、90几。你们106的时候只出现过1天，这个数字到底对不对啊？我觉得人家会不会怀疑你们政府的公信力？那怀疑下去，你整个全部的公信力，尤其是地方政府都崩盘嘛。那你一崩盘下去，最简单的一句话，大家找你算账的时候，什么账？行政处分的账，司法上面的账。政治责任上面的账也要跟你算，你不处理这2个，对不起，那政治责任第一大，那就变成你卢秀燕，因为你卢秀燕没震怒，所以从22号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台中市政府在非洲猪瘟爆发后，有人可以说出一件他处理非洲猪瘟做对了一件事。我不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部的会议里面有没有表达过震怒啦或什么？国内大概震怒最有名的例子应该是赖清德总统那次在台南吧？起丢卡起来，对，又卡起来。那些好歹也都是叫得出名号的，从市长到立委到民意代表，全部都把它卡起来。那个大概是国内震怒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吧，就已经震怒到让所有的，我在想旁边那些不管是你说委员或议员听到，大概心里也唰了一下，这样卡起来。但是这个就是表达一种态度的一个方式吧。那个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重点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大家所关心的这些事情，尤其像非洲猪瘟这好，那如果要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礼拜5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解封 ，OK？ 那除了这个以外，对国人来讲的话，当然你说对整个政治上的氛围，跟包括狗仔队之间，你听到这你就知道，对黄昌主席来讲的话，因为今天《镜周刊》再爆了一个料，那是有关于他的质询，然后跟包括凯斯国际是不是有人要注资凯斯国际200万，而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关联性？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那当然，黄昌主席听到《镜周刊》今天的报道，那他一定非常生气，他怎么回应的？来，过去这段时间当中《镜周刊》在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回顾一下《镜周刊》造了多少谣。结果到今天进一步污指本人拿钱办事我郑重的讲，我黄国昌在揭发弊案，我黄国昌在帮被害人发声的时候，从来不会收受任何好处，从来不会收受任何好处。对于《镜周刊》说我拿钱办事这种卑劣的行径，深感不耻，绝不宽待，一并追究法律责任，包括前面的事情，要算这些法律上面的账，我会一次算清楚。第二点，我针对法务部提出质询，知道我为什么提出质询吗？这个案子我追了非常的久，法务部部长回去调查局问清楚，当初我在背后提供了多少协助？好，那观众朋友刚听到那一段说，质询法务部长跟这个到底有什么样一些的关联性？那时间就要拉回到6月份，那黄昌主席跟那时候黄昌总召跟包括郑明谦法务部长中间的一段质询的对话，让观众朋友听一下，让你知道完整的来龙去脉。来，你有没有真的关心这个案子嘛？
你有没有关心打诈嘛？还是只会负责去拍照作秀嘛？这就是我的问题嘛。所以我才问你嘛，这个案件被诈欺的金额有多高？你知不知道？不用查啦 ，Google 一下就有啊，全台湾人都知道了啦，50亿啊，50亿啊！我跟副长报告啊，回去看一下起诉书啊，这个案子已经侦结起诉了，起诉书上面写得很清楚啊，真正的2100万，没有10亿，没有10亿，根本没有10亿，连1亿都没有。连1亿都没有，我绝对不会掌握错误的，因为你知道吗？早在你们在处理这个案子以前，这个案子我帮了多少忙，我只是没有公开讲。来 ，Thank you。这整件事情，那黄章，你看到他的那个申诫，当然法律要追究的话，当事人都有权利要去做法律追究这些。只是周刊直接讲到说，他们凯斯国际有人注资200万，而那家的公司跟黄章总召在质询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的关联性？那黄章就直接讲，这污指他拿钱办事啊。先搞清楚，我们很直接的问了哈，黄国昌具体回答几个问题。凯斯国际养的狗仔为什么是听他的指令收队？有没有指挥办案？凯斯国际就周刊目前爆料出来的几个投资人，我们也就是金主陈建平、高辉、沈纯宏等人。分别是《镜周刊》50亿诈骗案以及他自己的亲属，他们3个的共通点是什么？会去投资那些公司嘛？比如说有一天我们想开个火锅店啊，邀请现场的来宾，大家那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同事关系嘛。你是怎么把高雄陈家的人跟这个做衣服的人跟你的家人一起搞出了一间公司？你就回答这个就好了。这个不是上市公司，大家可以自己上网买股票这是具体有数字的指控你要告应该要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告下去，我们今天开始都不讨论你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公司都给你用啊？那里面求真民调后来又拿去给民众党用，是不是你介绍的？然后相关的吹哨者协会有没有在里面注资？这其实就逻辑很简单嘛。他从来不回答这些问题，在他的口里你听不到这一些金主的名称。然后接下来他刚刚有说你知道造了多少谣？他的那些造了多少谣的东西就会偷偷的改1-2个字什么我哪一个姻亲是在凯斯什么我跟凯斯有什么关系？有没有汇款？对，他就会稍微去编一下。我觉得那个都不是我们需要的重点。我今天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刚好投资一间公司这间公司所花钱请的员工又刚好听你黄国昌指挥，解释这2件事情就好了。去跟检调解释，你也不用跟我们解释。因为很明显他已经开始在扯谎了嘛。我之前当立委的时候，我就有拜访很多前辈，那其中有一个印象很深，中部的这个大概地缘政治都非常了解的前辈，他跟我讲，你这民意代表要注意一件代志，他就说以前这个所有的政府跟民间最直接有利益相关的，不是什么补助案什么挖科的，一定是标案。那标案大家要拿千奇百怪手段一堆嘛。那以前绑标怎么绑？以前绑标用绳子绑。这个8间，明天要投标8个厂商，到投标当天的时候有7个在山上泡茶，后面都是人。然后于是那天就只有1家厂商投标。这个在过去的时代地方黑道等等的黑金政治。那民主时代之后，这种事情越来越少，更早是省议会、省政府那个时候。然后这种事情越来越少之后，进入民主社会，公开透明监督。于是有了标案，现在要绑标怎么绑？用笔绑，写规则需要多少今年什么东西认证几年的经验等等的，写一大堆写一写之后能够标的就剩没几间。那于是呢，他就跟我讲说，你要注意这些事情怎么样要有利益回避然后这个很辛苦但是你如果一下去很有可能就扯了他看过太多政治人物干嘛的，提点我们很多嘛。黄国昌一直都没有回避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在质询个案。我之前就讲过，这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他今天这种弊案不像台智光这种金华城这种社会瞩目然后千夫所指，大家都觉得不对，他都是跑去找那种有一间厂商，然后他拿的资料很明显都是从一些很奇怪的角度切入。我后来我又有去问说，我真的遇到这种厂商。这个要怎么在不得罪人家的方式拒绝？他说这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质询单一厂商的话，你的资料来源很可能是2-3名厂商，而你在质询第1名厂商的时候，
所有业界的什么公关助理、媒体联络人，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不要以为你骗得了大家，你可以骗得了自己，你骗不了大家。你觉得去找黄国昌的厂商只有找过他吗？我今天看一看之后，我就觉得，那有一些名字我很熟可是我没有做啊，为什么黄国昌会做？所以他们有 offer 我，没有 offer 你。我再跟你讲，大同、独董找你之前是找我，好不好啊？我今天看一看之后，我就觉得，那有一些名字我很熟可是我没有做啊，为什么黄国昌会做？所以他们有 offer 我，没有 offer 你。我再跟你讲，大同、独董找你之前是找我，好不好啊？我当立委我不要，我跟他说不行，这个有问题。结果你隔一个礼拜，我礼拜五跟我咨询，你礼拜一就说你要当独董了，夸贵你。我们懒得跟你讲，懒得跟你吵，是因为这种事情叫千夫所指，蓝绿白都一样，大家看了都讨厌。是你们自己做到太粗糙啊，然后。现在国民党觉得你们有利用价值啊，然后把你们当小弟在用而已。你真的觉得自己很聪明？你以为这些人就只有找你？然后就利用这种一半对一半错的事情打诈，谁不想打诈？我看打诈，我看诈骗我也给小啊，我看诈骗我也讨厌啊。那问题是你打诈的方式，你有没有对价关系？这是人家质疑的。你到今天，包含他今天的回应，他绝口不提沈纯宏，或者是这个叫这个沈董的名字。他绝口不提，他其实是有意的在隐瞒这些人跟他的公司到底有没有对价关系。我跟你讲，他一定会熬，而且他现在熬完之后进司法调查，他还是会熬。可是我们根本，我坦白讲，我不在意他的手段方式如何，我们在意的是要不要建立这样子的民主政治嘛。以前用绳子绑标杆，那你就干脆回到以前比手腕比力气大就好了。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会有问题？因为所有的规则。立法委的工作是在投标之前就把游戏规则讲好。今天我找苗标玩剪刀石头布，讲好剪刀赢布，布赢石头，石头赢剪刀。他猜下去说，这个我是枪，这就是黄国昌在干的事情。每次都招标之前都不讲投完标之后就开始，我怀疑这部分有中国的厂商你知道为什么不之前讲为什么要投完标再讲那你投完标在讲的时候，人家当然会怀疑你是2、3名给你的东西你每一次都这样别人在跟你讲，你用动作跟你做好。梁明跟徐永明、梁明跟柯文哲、梁明跟拢别人的代志，拢无你的代志。我坦白说，蓝绿白都一样，大的、小的、老的、年轻的，就算以前有的，现在也不敢这样子现在敢的只是还没抓到而已，大家也不用心存侥幸。就你黄国昌明明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可以讲得脸不红气不喘。啥意思？我讲他，我也觉得我浪费口水了。但是这个人就是已经坏到骨子底了。唯一可以就黄国昌这样子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来检视台湾政治场域的是说，他在利用这些微小的错误来放大的时候，那要怎么避免他成为一个错误资讯误导而形成的风气？他讲这样子，他的支持者觉得法务部长在包庇诈骗。然后你知道刚刚其实那个片段里面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他说没有10亿，法务部长回为什么？怎么会没有10亿？他们两个的10亿的国字不一样。对，一个是10亿，一个是有没有实际的利益？10亿，所以这你看用台语讲就两个在那边10亿来10亿去，你在动这类画股票，所以他在这个诈骗这种诈骗，这谁不讨厌诈骗？包含刚刚在讲非洲猪，我也同意边境查验要严格，我也都同意可是侯友宜去年选举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我印象有够深刻。他说政府应该要管制黑枪进口，然后我一听，侯友宜当过警政署长所以你当警政署长的时候是在放任黑枪进口吗？不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尽力，蓝绿都一样，坐在那个位置上，大家都想尽力，除非他有恶意懈怠的问题，但大家都想尽力的过程，就是会有东西不见。那不见的情况下，黄国昌就是利用这种微小的事情来建立他的正义人设。他其实我就问如果民众党的支持者知道，如果黄国昌这一些对价关系属实，民众党的支持者知道，他们其实在把你的选票变现的时候心情怎么样？他投给你，你应该要处理这些投给你的人的问题嘛？你不是，你应该去处理谁的手腕粗，谁的谁有办法联络到你黄国昌，然后刚好连接到共同的敌人，然后每一次就是什么卢新、大同、新华哥都个别企业，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立委，或者是说你们想得到有那一个立委质询个案、质询公司的次数有他如此频繁跟多的，有哪一个人，都不要讲哪一个政党，哪一个人有跟黄国昌一样每次质询必提梁民联合再生梁民哥谁？
联合再生那一次潘孟安跟你对赌，输的辞职，你也不敢，花的就干。所以现在黄国昌在干的事情啊，其实对民众党有结构性的伤害。我记得应该是正传媒的民调，他有提到，民众党支持者都不喜欢他这样子参与政治的方式。所以黄国昌现在正在砸民众党的3块招牌，就是科学、理性、务实。第一个科学，黄国昌的民调公司可以直接或间接指挥的求真民调，被检视出来是差距最多的。然后这个我也质疑过，会不会是你推荐给柯文哲，让他间接的蓝白合失败？第二个理性，你看他呛记者的样子，理性吗？关于你啊，长官交代你啊，那个都是不理性的行为，他到底哪里理性的？理性个鬼啊！最后一个务实，以前是政治干预司法，现在是政治干预标案。黄国昌进化成可以干预宪法，还可以干预监察院，还可以干预所有的事情。这到底哪里务实了？你务实的话，你就是应该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立法修法。你不是叫立法委员吗？你不是叫变法委员呢？所以这些情况，民众党其实他们也正在思考黄国昌这个家伙到底是在冲他回啊，只是碍于说一方面跟蓝营的关系，一方面他手上又有明年的提名权，大家都成为一个像痉挛一样啊，在他手下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可是这对台湾的政治真的健康吗？这个是我一直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是刚才一直提到蓝营会怎么样？就蓝营是因为蓝白合，所以对黄国昌主席的所有这些事情都睁一眼闭眼看，还是蓝营本来就觉得证据力什么是不够，还是真的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们也有人觉得怪怪的？其实今天这篇文章我反复看了5次，这些报道，《镜周刊》的报道，大概就从中这些拉出一些脉络了大概意思就是说黄国昌的质询可能跟我这个陈一商被诈骗50亿有关，然后又跟他小姨子的公司的注资200万有关。那我很简单嘛，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因果关系存在，而且要有一个法律的联动关系。你说就是黄国昌跟凯斯国际之间的因果，对，甚至好像凯斯国际跟这个陈一商之子然后被诈骗案有关是因为这样子一个联动关系，而且彼此有一个利益交换的对价关系。那我觉得如果这样子查才有意义，否则的话，现在很多的报道，但属于臆测之词比较多了，也没有直接证据是说这一位沈先生就是说为了讨回50亿，所以请他质询，然后因此给他200万，那这要有一个明确的证据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当然周刊有他自己报道的这种揣测力或他的推敲力，因为他们自己也要负责，他自己要负责嘛。那所以如果黄国昌，我认为他应该就去告如果他讲的不对的话，我觉得去告，因为已经捍卫他自己的一个清白。因为对于一个民意代表来说，如果说你拿了某些利益而去质询，这是一个犯了一个天条，犯了一个天条。那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黄国昌要去 defense 他。那至于蓝营的朋友，我觉得基本上在旁边就是观察这件事情一个进展，因为坦白讲，我们都没有人在这个事情当中，也不知道说这个是运作的方式如何。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支持黄国昌以法律的方式去把这事情查清楚，因为长期在去做一些这些报道出来，我认为对黄国昌本人也会有困扰，也会出现一些困扰3不5时呢，大家在这事情上面在做的文章，长期以来会对他的公信力我就会有点出现就滴水穿石的这种负面效果。所以你说他应该以送纸棒？对，我觉得以送纸棒，而且动作要快，然后一篇报道不对就一个告，反正那个什么叫做什么告多不愁嘛，一件也是上法院，10件也是上法院。OK， 反正双方都是透过律师来在法院上面来做彼此的一些辩驳，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黄国昌还是要以法律来 defense 他的名誉那至于这会不会影响未来的蓝白合作，不会影响，不会影响。现在没有讨论说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明年蓝白合或后年蓝白合如何，不会，因为这个当然蓝白合的部分是大家一定决定是一致的目标。那个人的问题，当然希望个人赶快透过正常的手续把它解决。OK， 来阿苗，来刚直接问到那个中间的连结的关系、因果关系，那这一段对选法院来讲，应该也会在乎所有这些，要怎么解释这个？这个因果关系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个断点，叫做凯斯国际。因为今天周刊所指控他只有黄国昌一个质询嘛，那另外一边他对应上的是说这个案件的当事人的小孩有给200万给这凯斯国际嘛，所以黄国昌当然可以很大声说，我本人质询从来不拿任何好处。因为就算真的证实凯斯国际有这200万，
黄国昌也可以说，我跟凯斯国际没有是什么关系？有证据吗？有证据吗？这个是他设了一个非常强力的大断点啊。那这个大断点呢，有个关键人叫李丽娟那之前呢都是一些这个所谓的周刊查或者大家报啊，说这个李丽娟名下的房子里面，黄国昌的宝贝们的户籍记在这个李丽娟的房子里面，然后这些种种的看起来都上属间接了。但是我今天看到周刊其实我觉得周刊登的最重要的一张，不是什么其他照片，一张存证信函。那张存证信函呢是黄国昌的小姨子高辉发给周刊的。高辉本来要澄清，他说这个报道不属实那我就想，都不属实，是地址搞错还是怎样吗？看下去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原来他要澄清的是，那不是安亲班。高辉在存证信函上写说那是我们高家亲友自行聘请教师来为高家亲友的小孩来上课的一个，所以简单来讲浓缩那叫高氏私塾，就是他们自己家里面弄了一个这个嘛。然后就想说，你寄一张存证信函就只是为了要澄清，那不是任何人只要有钱都可以来报名的安亲班，是唯有你们高氏那你们这个自行速修以上，请了这个李丽娟老师来教这些高氏子弟的高氏私塾。那我想想，我觉得这个高辉的存证信函很重要。李丽娟她原本是黄国昌一直避而不谈，她不谈这个人是谁，她也不谈这个凯斯国际。可是现在如果凯斯国际的负责人，他不止身兼民报，还有求真民调，还有这个借户籍给人家登记学区，现在更重要的是他是你们高氏私塾的教师。我的天哪，黄国昌还能说他跟这个凯斯国际没有关系吗？现在看起来是千丝万缕啊。所以那个重点在于，因为凯斯国际的账，它跟这个木可公司一样是私人的，没有人看得到。可问题是，如果今天李丽娟这个人确实是黄国昌的亲朋好友，那问题来了，有人这个跟你这个陈情好了，陈情我这个案子你帮我咨询好。那后来呢，他感谢你，他不是一般来讲，其实平心而论在场有这个若芳跟思刚，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有人捐钱给我们，我们一定是到政治现金去登录嘛，对，开收据嘛，然后登录在监察院嘛。那未来如果我有咨询某公司的案子，这公司有捐给我，大家上监察院网站一看就知道，这公开的。可是如果今天真的是黄国昌的亲友这个李丽娟，他名下的公司突然拿到了人家的200，然后黄国昌又去质询这案子，这已经不只是瓜田李下的问题，因为你跟他是亲友嘛。至少到现在，李丽娟跟黄国昌是亲友。之前周刊写错了，他说是姻亲，黄国昌说我哪一个姻亲讲出来？原来是你们高氏私塾的老师啦。对啦，不是姻亲啦。但是这个老师好厉害不止教学，还要去做媒体，还要开民调公司，还要养狗仔，真的好忙，还要借学区给人家登记。搞了老半天，其实根本就是你的亲友嘛。那这个200万到底有没有？这是黄国昌今天回应没有提到了。他只说我本人没有拿，所以断点非常明确了。他今天对媒体的回应，我有注意到，他不像他以前一样，他以前是滔滔不绝，不用看稿。今天他回应媒体这一题的时候，他是不断的往桌面上看，他非常字斟句酌。所以这个周刊看起来也是有把这个拼图慢慢拼上，然后至于未来如何，我们继续往后看。上空可不可以简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2天会讨论到艾格蒙在这里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作为或角色？为什么会讨论到艾格蒙？艾格蒙是那时候在阿扁那个时候一战成名嘛，本来大家其实没有特别在乎这些，他就反洗钱啦什么什么这样一个组织。为什么这2天会讨论到这个？没有，主要是《镜周刊》说这个艾格蒙似乎有盯上黄国昌嘛，当然你说艾格蒙他在台湾一夕之间大家知道就是阿扁案的艾格蒙的洗钱报告嘛，因为扁案一开始是开曼群岛的金融情报中心发现了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台湾的成立的投资公司里面资金异常，然后他就马上回报到艾格蒙的中心里面资讯交换的时候，瑞士看到了。
因为里面涉及到一家美黎瑞士分行跟一个苏格兰皇家库斯公司里面库斯银行的会动，然后瑞士的检察体系就下去查，查完以后判定这应该是洗钱、冻结，然后马上回过头来会跟我们调查局提供他的英文名字、护照名字、开户名字，说，哎，你把资料给我们。结果资料给出去是黄瑞进跟陈志忠，然后就当时总统的儿子跟媳妇，那个案子后面一直没有爆发，就任内没有爆发，一直到陈水扁卸任的时候，就是洪秀柱开记者会，其实他拿出了艾格蒙的中文版，因为他会艾格蒙拿给我们调查局，调查局拿给外事处，就调查局的外事处，他翻译成中文版，然后一夕之间，大家都知道了艾格蒙洗钱中心。那现阶段就是说，艾格蒙会不会盯上黄国昌？第一个，他是不是涉及境外洗钱，还是单纯的刑事案件 ？OK。第二个。我们有没有加注理由认为可能里面有洗钱的事项，请求调查？请求艾格蒙转达其他的金融情报中心协助调查。那如果你要提供资料的话，就很简单啦。比如说，我要查凯斯国际，我要知道凯斯国际的英文名字啊，登记，提供给艾格蒙。然后你可能想到说哪里有账户，然后里面可能涉及的人啊，比如说苗博雅的英文名字，他的怎么样啊，严若芳的英文名字怎么样啊，张义善的英文名字啊，怎么样中文名字，按他的相关资料过去，然后艾格蒙就觉得你们质疑，我们附注他质疑，可能说。他的资金往来有不当资金往来，可能涉及到洗钱的时候是由香港哪一些国家可能进来，然后他就转到香港的金融情报中心，他就开始查这些人有没有账户，有没有往来，而往来的情形是什么样，然后就会回报到艾格蒙，艾格蒙就会汇整一个报告，就拿给台湾。有没有往来，而往来的情形是什么样，然后就会回报到艾格蒙，艾格蒙就会汇整一个报告，就拿给台湾。那现阶段到底是我们有没有正式向艾格蒙提出来说，里面是不是涉及到洗钱？但是你从刚才我们大家讲的，你从凯斯国际的角色来看，不断的有钱进去，但是你看它的资本额，有没有扩充？没有。那一些钱跑到哪里去？它流到哪里去？有没有流到境外？那凯斯国际的角色，它有没有可能是钱进去钱出来的一个中介角色？那个钱跑到哪里去？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越查，好像进去的钱越多。但是你从它资本额里面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投资，因为资本额没有扩增啊。那钱到底跑到哪里去？好，那其实这整件事情，一战简单的问一下，要告人，黄昌一直讲说，那前面啦，大家在讲说，周刊或是媒体都写成这样，你为什么不告？那等他说要告以后，大家又在问另外一个问题，告有分嘛？一般刑事啊，告刑事啊，告民事。黄昌是告民事吗？是告民事，因为不敢告刑事，因为刑事有可能有诬告罪的问题嘛。而媒体有没有掌握确实的讯息？今天在报这个所谓的成衣厂的这个邵东他注资的凯斯国际200万这件事情，表示《镜周刊》至少对于凯斯国际的相关金流都非常清楚嘛。因为这个人说真的，过去讲黄安杰、陈建平，大家也听过，现在这个成衣厂邵东我真的没听过了啊。如果这么没有听过的人，他都有掌握到这个人有注资给凯斯国际，这个成衣厂的邵东有注资给凯斯国际，而你黄国昌在质询的时候又关心他们老董的相关的被诈骗的问题，那你又要出来解释你认不认识这些人嘛？所以黄国昌不敢回答，只是说要告，而且到底告了什么？只告了民事，不敢告刑事，是不是心中有鬼？因为知道《镜周刊》已经掌握了凯斯国际的相关金流的资讯
啊，这些资讯是你无法否认的嘛。所以《今周刊》就说了，你直接跟我们讲，沈纯宏到底就是这个成衣厂的邵东有没有注资给凯斯国际的200万？认不认识黄安杰、陈建平？有没有注资1000万？李丽娟是否是人头嘛？那黄国昌的回应就是说，我不收好处的。当然你不收好处，这里有鬼叫做注资，注资是我报你好处啊，这个好康啊，凯斯国际好公司啊，我的家教老师开的啊，我家教老师投资了明报，投资了求真民调，投资了林传媒，这些还有狗仔集团，以后一定赚大钱，这要报好处啊，他当然没收好处啊，投资200万，当然投资一定有风险嘛，所以200万。最后如果亏损了，领导的代志还跟我无关的啊，是凯斯国际，阮家教老师的代志。我虽然知影伊投资遮侪好的物件，我哪知伊会了钱？这样就结束了。所以今天黄国昌当然说他不收好处啦，他报好处给他的好朋友啊，报好处给他的好朋友，还帮你咨询啊，而且他咨询我们以前知道说黄国昌叫做问 A 答 B 呀，没想到开的会是 A， 他问的也是 B。人家开的会是青少年犯罪有关的问题，他问法务部长是一个老董被诈骗的问题啊，问 A 答 B 啊，所以开的会是 A， 他问的也是 B 嘛，所以啊，整个的问题就是黄国昌，你根本没办法否认李丽娟跟你们家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他是标准的人头，而这些所谓的金钱往来跟你的家族的关系你完全切不开，也说不清楚。OK，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对于蓝绿阵营来讲的话，那这几天呢都有完全不同的一些事情。那蓝营当然在上个礼拜6，那郑丽文主席就任新任主席，然后包括人事的布局啊，所有这些，当然他在竞选过程当中一些的发言，甚或后来讲到那普丁啦，是不是非独裁者，类似这样一些发言。来，世刚，对你们来讲的话，对未来的展望是气象一新，2026、2028觉得一片大好，还是真的有一些党里面的人会担心这样的一些的发言，对于在国内来讲的话，是一个主流民意的市场吗？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概讨论个2-3天就会结束了。当然，民进党一定未来一定拿来做选战的这个打击的这个内容啦。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是看郑丽文怎么做，因为实质的作为会去 cover 掉，就是这些。就算有点像口水的纷争这种，你说普丁这些，对，他有点被激怒了。我坦白讲那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他这明年的选举，他特别讲到南二都的问题。那他也讲说他会常常都去往南下去多走、多看、多听。那另外，我真的认为其实在他现在就任已经2-3天了嘛那我觉得在1个月之内要把南二都的人选就正式的提名出来。OK， 因为你看，像民进党在一些比较艰困选区，比较核心准，2个礼拜前已经完成台中市长提名了。那我们南二都的部分，高雄市很单纯，就是柯志恩，然后目前看也没有其他人会进行挑战。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提名就要赶快定。第二个，你说就算是台南的部分，台南是民进党内部还在处于一个比较互相混沌，而且还不知道谁会最后出现，而且这个。总统爱的并不是实力最强的，地方上还打成一团的时候，我认为台南这部分就趁早就把它定了。虽然有陈以信出来说他也想要选，但是呢很单纯，一举就做2-3次民调就定下来。因为我相信陈以信也不是存心来闹的。OK， 所以我觉得南二都的部分尽早确定人选，让他们2位不要只是以立委的这种 title， 而是要以国民党市长提名人的 title。再来就是赶快的整合地方，然后把各地的那个地方上的资源把它找出来。那请问一下，包括他讲说会让所有台湾人以讲我是中国人非常骄傲讲我是中国人这些论述，跟明年是国共论坛20周年，那媒体上面讲说他会不会率团明年就要到老公那个地方去进行国共论坛所有这些会吗？我说现在党内没有听到这样的讯息跟气氛。那我看到很多报道都是有人放话了 ，OK， 或者有人故意就这个事情去引发一些讨论。那我觉得要以他之前讲的方式，我认为就是个很好的答案。比如说之前有问他说要不要去见习近平，他说第一个他就是要带着民意的支持嘛。然后带着大家的祝福。OK， 所以如果说你国共论坛，然后只是去走个过场的话，那我倒觉得真的是不必了。而且对于两岸关系实质的影响力来说，我觉得是要有真正的执政之后，所有的会见会谈，我觉得才有真正的实质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我真的觉得是不急。
可以等到2028胜选之后，再来去做这方面的考虑。OK， 来若芳，应该是说，我觉得郑丽文主席他跟德国之音这个受访，我觉得他不是被激怒，他激怒的部分是因为对方一直反驳他的想法跟他的讲法，但是他所回答的东西是让国际所有民主国家，包含欧洲所有的国家，在看待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的一个党主席，新任党主席，他未来的路线到底是什么？因为每一个国家政党，我们都会有友好的政党，会有交往的政党，会有接触的智库。那你一个新上任的这个党主席，他是一个领导这个政党走向的方向，大家一定会是从你的谈论，从你以前过往到这些所有来看说，那未来他们一定会去研究，说那我们之后的交往或者是这个沟通上面要怎么沟通，还是之后就不要沟通了，因为你的路线是跟所有民主国家，包含所有的欧洲是背道而驰的。那你说这个未来，这不是我们是拿来说嘴或是什么，这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赵少康劝郑丽文说不要再讲我是中国人或什么，应该要往中间走？因为在台湾这近10年所有的民调，我是中国人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国家认同上面，他在台湾的民调只剩2%。那当然，你说极统跟极独这个最左、最右这两边当然是人数比较少，那最中间的一定是最大多数。所以国民党一直在有些像包含赵少康，人家说他现在变青鸟康了嘛，青鸟赵嘛，那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那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会有南部的议员告诉他说啊，这个主席的嘴不要这么秋天哦，不要这么秋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表达民意代表在第一线基层大家所看到的主流民意到底意向是什么？因为台湾人民对于说我是中国人这句话，你去问现在从45岁或65岁以下的人，你直接问。他绝对不会讲出我是中国人这句话。那你一直在论述这些，那你就要去看说，因为我听到说还包含中南部要选议员的，甚至可能有人说想要参选市长的，他的党徽可能都想放小小的，然后背景就不像以前，就是说啊，我一定要用蓝色，为什么我改用粉红色，用这个紫色，就完全看不出来有政党的形象的这样子一个色调。那我觉得。郑丽文这样的论述，我觉得只会把国民党一直带向最极端，甚至是中间选民，包含台湾多数的主流民意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你们很开心呢？我觉得这是可怕的地方啊。因为你看，像在立法院，那立法院国民党是多数，那国民党的他们所有的立法上面，你看光包含国防的预算。这是为了增强国家的安全，包含国安、国土安全法这些等等，这些是对台湾最重要的防卫。我们在砌这些砖的。那但是如果说我们砖一个一个砌好，原本在那个小英总统上任之后，我们把砖一个砌好，但是我觉得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当大家国民党的路线一直往那边走的时候，他是把我们的砖一个一个把螺丝卸下来。那当你卸下来的时候，大家不怕外面的这个敌人有多强，我们怕的是当我们内部没有团结的时候，有人连我们自己的墙都想要把门再把它打开，想要把我们砌的墙一个一个砖拿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害怕的地方。我不太懂这个所谓砌砖跟拿螺丝的这个概念的。我们花了很多钱去买螺丝、买砖块，但是国外的砖块1块还没回来。你说我们的F-16B，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武器，那这些预算都是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我没讲完。好，这些预算都是国民党的立委也非常支持。我还记得 F-16B 的预算是2019年就过了，4500亿。那时候国民党立委完全支持。但是现在呢，这个在远在美国造好8架，但那8架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都还不知道。都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愿意花大钱买好的砖，但砖要及时的运回来保卫台湾。害怕你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把一些像国土防卫法所有的这些修到对我们来讲的话，变成非常的弱势的一块，对老共来讲没有任何防卫。若方他们担心利用修法的方式
降低台湾的一个防御力？没有，目前也没有发生这种事啊。没有发生这种事啊。台湾防御力有其实应该是讲说，光郑丽文主席在讲说啊，台湾的这个国防预算 GDP 3%太多。这个3%是谁定的？是5%太多，是5%。没有，他连3%都讲，他讲说3%太多。那这个是谁定的？这是马英九。那我们要问的其实就是，当其他国家，尤其是我们的敌对国家，一直想要侵略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共，那他们一直在倍数成长他的军力的时候，对我们我们只能用直加盟友，大家一起来对抗中国的侵略。那国民党，你从去年你去看他们的预算。一直在挡，一直在删，一直在动。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说，你说啊，那个钱都还没有进来，你去看这个国防部的部长，他们在讲说，我们有钱放在那边，那我们买武器，陆续前面的排程全部都已经进来了。OK， 它是需要时间。美国包含韩国跟日本买的这些武器，他们也没有及时马上收到啊。所以你那边讲说我及时就要收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国际上是个笑话。就跟你们贵党钟嘉宾讲的话是不一样哦。钟嘉宾讲说，你货没到，他就不付钱哦。我想民进党的很多立委是站在看守国家的这个财库的方式去看事情的。那再来就是我讲的是3%，去年过的是3.2%。那我们现在问一问，我实际 GDP 的5%是多少？1兆2000亿。我们全年的预算是多少？2兆。也就是说接近46%的钱，我们要拿去进行国防预算。我相信你先做个民调。就是做街访，大家愿不愿意？就是我们的总预算46%，超过1兆2000亿都拿去做国防预算。我想这个部分先去问问看大家的想法，再决定怎么做。而且你有这么多钱，你要做什么？当国民党提出要帮我们的士官兵加薪的时候，民进党还挡。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国防预算的部分就是要看我们有多少的能量，要做多少事。那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去做多少事？来，阿美要不要执行长回应一下？其实说实在的，这个我们当然希望美国卖给我们的武器赶快交付嘛，我们还要接装，还要建军，这些都需要时间，我们当然希望赶快嘛。但是我也讲真的，大家都在这边也审过预算，我们也清楚嘛。像以我们台北市来讲，有多少工程连开工都没有，就一直在追加预算。对不对？我大安区的音乐图书馆从原来的60亿，现在追加到140亿，还没开工啊。就是我们既然都是明白人，不要故意说糊涂话。军购跟人家签了订单，你前面一定会有头期款嘛，人家一定会跟你说头期款，那头期款收了，延迟交货，那尾款当然就不给嘛。这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就不用把它讲的好像说，哎呀，这个美国又骗我们呢，美国拿了我们的钱，美国不，我觉得这都是明白人会故意讲糊涂话。那国民党，我觉得郑丽文。他诚实很好啊，他就坦白告诉大家，普丁不是独裁者俄乌战争不是普丁发动，他就告诉大家，让大家自己选嘛。就我不喜欢那种，有时候国民党像以前马英九，我小时候他在选总统，他说台湾的前途要2300万人来决定哦，他登报纸广告哦。可是后来当了总统啊，又这个9·2共识，这个一个中国一中各表，然后他们讲各表，然后又有一堆这些什么要推动服务贸易协议那些人。郑丽文他现在坦白赤裸，他不只要亲中，他还要亲俄。就是国民党执政带领台湾加入中国、俄罗斯、朝鲜跟伊朗的这4国连线，其实他的路线很清楚。那重点是说，大家要选择这种路线吗？当然，民进党在内政上有好多要加油的事情，可是国防外交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要看清了郑丽文，不要小看了他讲的话。他现在就是国民党主席，他讲的当然就是代表国民党。OK， 那除了这个蓝营绿营之间，上空。吴怡宁这件事情对绿营来讲的话是拆弹吗？因为中间的转折，结果后来他是当董事。对，那虽然大家还在讨论董事有没有年薪400万，但是跟董事长，因为不只是薪水的问题，还有包括那整个要主歧视啦，所有这些，绿营算是拆弹，中间的转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拆弹是拆了啦，只不过是拆的难看了一点而已啦。当然之前。其实有人在推荐嘛，因为台肥的董事长有人在推荐嘛，那推荐第一时间，有些跟这个吴怡宁父亲啊什么交好的一些民进党里面的人，就有提到了这么一回事嘛。当然，之前
其实有人在推荐嘛，因为台肥的董事长有人在推荐嘛，那推荐第一时间，有些跟这个吴音麟父亲啊什么交好的一些民进党里面的人，就有提到了这么一回事因为。就讲到吴音麟曾经是北农的总经理嘛，北农总经理，然后大概对，因为我们知道啊，台肥做的就基本上以植物肥料跟农业有关嘛，所以去做了一个连结嘛，那连结过后，其实就是舆论界的反弹，包括连绿营里面也有人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所以你就看到昨天突然又来一个台肥又来了一个重大讯息嘛，然后又更换了董事，更换了董事以后就是法人代表，那就是由总经理上去嘛，总经理顺理接董事长。那这样子的话，你本来台北总经理，你顺理接台北董事长，争议比较小嘛，你本来就专业经理人嘛。然后你就上去接董事长，争议会比较小嘛。那我们都知道了，说那个什么，这个董事长啊，由明天这个董事会来自行决定，而且行政院都这样讲嘛。其实这句话大家就不要装了啦。你换法人的时候，你换了你自己农业部里面自己派的法人，就能当董事长了，这就不要骗了啦因为你的股份加跨股的话，约40%，人事都基本上都决定了。台肥我还没看过一个，台肥有人看过是真正民股民选出来的董事长，好像没有过，没有吧？好像没有过台肥这个董事长当然是好缺，大家都要争，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持股没过半，他几乎可以闪过立法院，预算里面也不用提立法院，不用去审嘛。所以台肥那个缺，大家就是说好缺。可是如果真的任命吴音麟当董事长，对于绿营，因为媒体上有报道说有评估说，因为舆论的压力，然后对于绿营2026啦什么会产生很多的不利，因为会被拿来蓝营会拿来当做靶子打或者什么，真的影响会这么大吗？觉得拿来当靶子打，主要可能在彰化里面效应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吴音麟本身彰化嘛吴音麟过去也是在彰化跟国民党对打的很凶嘛就立委选举立委选举的时候也对打的很凶嘛甚至于在2018年的议员选举也对打的很凶，那时候他还没有就北农下来以后对打的也非常凶啊。所以基本上，效应大概它的扩散能力会有啦。因为大家都说你高级实习生，当初在北农一个月的薪水1年的薪水，然后你要接台北董事长，台北董事长的薪水可能要用千万算的，不是用百万算了。那大家就觉得你到底财报看懂了没啊？你到底什么时候？他很容易变成一个攻击对象。那攻击对象可能在2026年的选举上面，如果你发酵，对民进党而言是多一个变数嘛。所以虽然拆弹了。但拆弹的过程是难看了一点。OK， 各政党之间都会要面临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的考验。那在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飞猪朱恩能不能在这个礼拜5，大家能够顺利的解封，吃到猪肉，然后包括禁运令，全部都能够解除，就看这几天一切的发展。希望一切顺利。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社会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